2026年才剛開個頭，中國金融圈就拋出了一個足以讓所有人徹夜難眠的深水炸彈。彭博社在1月7日捅破了這層窗戶紙，中國最高金融監管機構悄悄延長了原本要在2025年底到期的政策，允許銀行繼續大規模處理那些爛掉的個人貸款。說白了，就是銀行手裡的壞賬多到根本處理不完，上面只能給他們延畢。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，這 3.8 萬億驚天數字背後到底隱藏着多少普通人的血淚，又是誰在最後關頭裸奔？咱們先來看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，在金融圈，數據就是命門。去年1季度的時候，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發過一個數據，個人不良貸款批量轉讓量暴漲了8倍，尤其是信用卡壞賬，單季度就轉讓了50多億。這數據一出來，市場全傻眼了。結果呢，很有中國特色的一幕發生了，官方乾脆停更了細項數据。為什麼不公布了？因為數據太難看，怕嚇着大家。這種掩耳盜鈴的操作，恰恰說明了形勢已經嚴峻到了監管層都覺得沒法圓場的地步。3.8 萬億是什麼概念？這相當於某些中等發達國家1年的 GDP。銀行現在就像是一個背着滿身債務包袱的胖子，每走一步都氣喘吁吁。他們現在瘋狂地在玩大變活人，把這些收不回來的信用卡欠款、個人貸款打個包，賣給資產管理公司，美其名曰資產證券化或者風險化解，其實用大白話講就是風險大漂移。以前我們總覺得爆雷的是恆大，是碧桂園，離我們很遠，但現在雷已經埋到了每個人的錢包裡。當銀行都要靠政策續命來掩蓋壞賬時，說明中國經濟最底層的信用地基已經塌了。為什麼銀行會這麼慘？道理很簡單，銀行的壞賬就是老百姓的負債，銀行的危機本質上是普通人活不下去了。過去幾年，我們見證了房地產的史詩級崩塌，但那只是第一波衝擊波。現在，中國正處在更殘酷的第二波個人端信用風險的全面爆發。我們可以從幾個公開維度來看這種悲慘的傳導鏈條。收入與債務的剪刀差，根據最新調研，2025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幾乎停滯，但之前為了買房、為了維持中產生活的信用卡債、裝修貸、車貸，那可是雷打不動要還的。當工資減半甚至失業時，信用卡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信用卡連環詐，現在的信用卡違約不再是個別現象，而是群體性崩盤。銀行過去為了衝業績，給大學生、給外賣員、給月光族發了大量的卡。現在這些最脆弱的群體率先倒下。2025年不良貸款 ABS 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暴漲 61%， 裡面裝的絕大多數都是這些收不回來的血汗債。銀行的甩鍋大賽，銀行現在最怕的是什麼？是壞賬留在報表裡。一旦壞賬率超過紅線，銀行就要被接管，行長就要丟烏紗帽。所以各大銀行現在都在連夜扔掉你的賬單，他們把這些爛賬打個2折甚至1折賣給收破爛的資產管理公司。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欠銀行1萬塊信用卡沒還，銀行轉手2000塊賣給催收公司，銀行虧了8000塊，但保住了報表好看。你呢？你面對的是更殘酷的暴力催收。這就是所謂的風險換持有人，銀行把鍋甩給了社會，甩給了催收公司，最後壓力全部回到了每一個無力還錢的普通人身上。彭博社提到的那個延期政策，其實是北京最後的掙扎。按照原定計劃，2025年底，銀行必須把那些陳年爛賬處理乾淨，回到正常的監管軌道。但現實狠狠打了臉，賬根本平不了。如果按規矩辦，
2026年開年，可能就有幾十家中小銀行因為資本充足率破位而面臨破產風險。為了維持那點可憐的金融穩定，監管層只能自抽耳光，宣布政策延期。這就好比一個學生考不及格，老師不僅不讓他留級，反而修改了及格線，還允許他把不及格的卷子藏起來不給家長看。這種續命是托底揭示了一個最核心的現實：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已經逼近了臨界點。當房地產這個最大的資金池變成提款機之後，北京發現原本以為最穩健的居民端，現在也成了真空坑洞。掩蓋數據、延遲政策，這些操作只能偷時間，不能消滅債務。如果大家的收入還是起不來，如果年輕人還是找不到工作，這3.8萬億的窟窿早晚得有人填。而這個填坑人，要麼是全國納稅人通過通貨膨脹，要麼就是每一個存在銀行裡的儲戶。大家可能會問，既然銀行把這3.8萬億的爛賬賣了，那是誰這麼傻，跑去接這種斷子絕孫的生意？真相往往比現實更殘酷。在金融圈，這叫風險內循環。這些壞賬被打包成一種叫不良資產 ABS 的東西。銀行對外宣傳說，雖然這些錢暫時收不回來，但我們打了折，收益率高啊。結果這些產品轉了一圈，最後通過各種信託計劃、銀行理財，又回到了普通投資者手裡。這就像是一家飯館，紅燒肉臭了賣不動，廚師就把臭肉剁碎了，摻上重口味的辣椒麵，包成包子打折賣。你以為撿了便宜，其實你是替老闆處理了垃圾。根據2025年公開的理財市場報告，投向這類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資金規模創了新高。換句話說，銀行確實把鍋甩出去了，但接鍋的可能就是中國普通老百姓。最諷刺的是，銀行用中國百姓的存款去處理你的壞賬，最後如果這些債真的一分錢都收不回來，虧損的還是理財產品的持有人。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最後還得羊去填坑。我們要看清3.8萬億背後的慘狀，不能只看冷冰冰的數字，要看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。數據顯示，中國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，俗稱老賴，已經突破了1000萬大關。這1000萬人的背後，是1000萬個家庭的破碎。以前銀行求着你辦卡，現在銀行恨不得連夜注銷你的額度。這種信用收縮帶來的痛苦是極其劇烈的。當你最需要錢渡過難關的時候，發現所有的借款渠道都對你關上了大門。這種悲慘不是因為你懶，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的財富創造機器熄火了，而銀行為了自保，正在無情地抽走最後一根救命稻草。如果說大銀行還能靠賣 ABS 甩鍋，那遍布全國的幾千家村鎮銀行和地方農商行，現在是真的在裸奔了。這些小銀行深度綁定了地方政府的城投債和當地的房地產。現在房市沒了流動性，地方政府窮得連工資都發不出，這些銀行手裡剩下的全是紙面財富。一個細思極恐的數據：2025年下半年，中國有超過40家小型金融機構被兼併或吸收合併。這意味着很多銀行已經實質性破產，只能靠拉郎配強行維繫。大銀行是斷臂求生，小銀行是沒命可保。如果你現在的存款還在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裡，你一定要警惕了。當3.8萬億的壞賬潮湧來時，這些小舢板是最先被拍碎的。這3.8萬億的壞賬是中國過去30年大幹快上、透支未來的總賬單。現在買單的時間到了。對政府來說，只能繼續掩蓋數據，繼續政策延期，用時間換空間，哪怕這個空間已經越來越小。對銀行來說，現在的首要任務不是賺錢，而是甩鍋和活下去。對普通人來說，2026年
請務必認清現實，不要再對報復性消費抱有幻想，更不要盲目增加負債。當銀行都開始加速甩鍋，當監管都要靠延期續命來粉飾太平時，說明我們正處在一個巨大泡沫破裂的前夜。這 3.8 萬億不是結束，可能只是更大風暴的序曲。在這個寒冬裡，保住你的現金流，就是你2026年最重要的一場仗。